君，夫君，叶明觉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他可是殷牢那杀人不眨眼的恶鬼，是我那早亡叔妹的丈夫，我怎么会和躺在一张床上？怎么？苏大小姐现在想要坐实我们私通的罪名？叶明觉，你快让开，这是陷害，我们快走！糟糕，来不及了！成何体统！阿婉、母亲、清河，还有苏青兰，他们不是早就死了吗？为何如此年轻？我竟然重生了，回到了未出阁时被算计的这一天。重活一世，我不能重蹈覆辙。小姐，吃点东西吧，您都2天没出门了。放着吧。秦叔，前世你为了护我死在难民手里，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这2日欢妹有何消息？奴婢在厨房听夫人身边的人说，将您嫁给燕督察了。意料之中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父亲向来只看重家族利益和权势。燕明觉虽是殷牢的人，好歹是个官。小姐，您怎可嫁那个恶鬼？此事本就是有人蓄意陷害，老爷怎能这般狠心？而且燕明觉府内姨娘众多，他根本配不上您的身份。如今我还有的选吗？配不配得上，现在不是你我能说了算的。嫁给燕明觉也没那么糟糕。他上无公婆需要伺候，下无弟妹需要帮衬。听说他对小妾很大方，手里有的是银子。我嫁过去便是当家主母，只要我不去招惹他，安分过日子，总好过留在苏家看人脸色。那永宁侯府那边呢？原本下个月是我与周书郎成婚，如今我嫁燕家，父亲准备让苏青兰嫁过去吗？听说要嫁去永宁侯府的不是3小姐，而是2小姐苏清河。什么？清河？别人都到永宁侯府是桩好婚事，世子周书瑶年少有为，新科状元，风光无限。只有我知道，那金玉其外的大门之后，是怎样一个败絮其中的无底洞。没用的东西，连这点事都做不好。我从自己的嫁妆香笼里拿出银票，填补亏空。我苦苦隐忍，以为贤良淑德便能换来一丝夫妻情分，直到……小姐，快跑！母亲，你没事吧？直到那一刻，我才彻底看清。大小姐，你还在进？我有要事见母亲，让开！让他进来吧。是。阿姐，母亲，我突然想起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母亲，清河这是怎么了？阿婉，你也知道了吧？母亲也不想的，可是我也是真的没有法子了。今日燕府已经差人将聘礼单子拿来了，聘礼很丰厚，可见那燕明绝对你还是看重的。到时候母亲把这些都添进你的嫁妆里，有银子傍身，日子总能熬下去的。女儿的婚事，女儿认命。但我听说，您和父亲要让清河代替我嫁到永宁侯府。是，你不要怪清河，这事儿是我和你父亲定下的，万不能伤了你们姐妹和气。母亲，不可！永宁侯府根本不是什么好地方，那侯府内里早就空了。周书朗更是个愚孝的伪君子，并非良配。您千万不要把清河推向火坑。好了，阿婉，母亲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可这件事着实不能怪清河。若要怪，
就怪南院那对狐妹子母女。母亲，您什么意思？那四皇子那边呢？父亲不是打算将清河许给四皇子吗？哼，四皇子已经定了苏青兰那个小贱人为侧妃了。前世是我家周书郎，清河嫁四皇子，苏青兰嫁叶明珏。这一世，苏青兰竟然抢了四皇子的侧妃之位。不对，难道苏青兰也重生？因为死得早，并不知道现在受宠的四皇子最后落得一个抄家流放的下场，所以选择了他。就在你出事的那一日，苏青兰也掉入了水中，是四皇子将她救上来的。就这样生生坏了自己2个姐姐的婚事。好一个苏青兰，好一个权衡利弊的父亲，在家族利益面前，我这个嫡长女随时可以被牺牲。亲王，如今事情已成定局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3日后你便要出阁了。什么？和永宁侯府的婚期不变，你是长姐，你若不出嫁，清河也不能。弃子，在父亲眼里，我已经成了为妹妹们让路最无用的弃子。我知晓了，母亲。委屈你了。母亲，清河的婚事，你们再考虑一下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求情爱，只求掌控自己的命运。阿姐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想嫁给周书郎的，可是父亲说侯府不能得罪，都怪苏青兰那个贱人。哭什么？阿姐的路都是自己选的，你日后到了侯府，多留个心眼，别太相信男人说的话。哎呦，二姐姐这话说的，大姐姐自己行为不检点，怎么怪到我头上？大姐姐今日出嫁，妹妹特来添妆，恭喜大姐姐喜得良配。听说那艳府里光小妾就有8个，还不算通房丫鬟。大姐姐这副身子骨可要好好保重。苏青兰，你敢咒我阿姐？谢谢三妹关心了。对了，还没有恭喜三妹攀上高枝，终于得偿所愿，和周姨娘一样，成为了妾室。苏青婉，我是四皇子侧妃，侧妃也是妾。我去了艳府，那是明媒正娶的当家主母，每天有8个小妾轮流伺候我成婚定亲。三妹你呢？只配站在王妃身后端茶倒水。你不过是嫁个没人要的恶鬼，我们走着瞧。阿婉，好好过日子。吉时已到，新娘子上轿。对不起，阿姐，对不起。叶明珏，我来了。长姐，都是青兰不好，若不是为了保全苏家名声，你怎会嫁给那恶鬼？青兰对不住你。苏青兰，你纵然是京城双姬又如何？还不是要替我嫁给那活阎王，去受死吧！既然知道对不住，日后见了我，记得绕道走。是应留监察使叶明珏来了。苏家嫁女磨磨蹭蹭，是等着本使亲自来请吗？你放肆！抱紧点儿，掉下来摔死了，本使可不负责。起轿。燕大人，这不合礼数。到了燕家，本使就是规矩，你好自为之。小姐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？这不吉利啊！吉利？我嫁进来本就不是为了求吉利。妙花，去厨房弄点吃的来，我饿了。哦，好，奴婢这就去。秦叔，你去前院附近转转，探一探府中的情况。小姐是想……既来之则安之。他若给我体面，我便替他管好这后宅；他若不给，那便走着瞧。
老爷，妙画，你先下去。是。夫君深夜归来，可要吃些酒酿圆子暖暖胃。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夫人盯着我干什么？那日还没看够吗？我以为凭夫君的见识与手段，应当知道那日我是被人算计了，并非有意冒犯。被人算计？苏大小姐出现在那里，谁知道是不是原本就消掉那王妃之位，只是弄巧成拙罢了。夫君言重了，我既然入了这个府邸，自会安分守己。不论你以前如何，在燕府最好把你的聪明才智收起来。且慢，夫君，今日是你我大婚之夜，你确定要走？怎么，夫人这是在邀宠？夫人若是要争宠，这点手段可不够看。我对死鱼没有什么兴趣。后院那些女人，哪个都比夫人身娇体软。夫人闲暇时，不妨去同她们好好学学。相敬如宾，看来是我痴心妄想了。既然你不给我颜面，那就休怪我把你的后宅翻个底朝天。受什么委屈了？一大清早火气这么大。说吧，燕明觉昨夜没留下，我早料到今日这府里有人会不安分。小姐，厨房那些捧高踩低的奴才，简直不把您放在眼里。明明您才是正经的主母，可他们却把上好的燕窝熬给了那个什么新姨娘。给咱们的就只有这些残羹蓝玉。他们说新姨娘最得宠，府里自然要先紧着她。还说小姐您是失了冥界才嫁进来的，根本不配当主母。小姐，妙话胡说的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晓得了，用膳吧。小姐，这新姨娘是新入府的，据说很得姑爷宠爱，平日里跋扈得很，有意思。既然人家想给我下马威，我不接招岂不是扫了他们的兴？秦叔，去把管家请来。是。奴才周山见过夫人。周管家免礼。老爷今日出门前，可曾留下什么话？回夫人的话，老爷不曾留下只字片语。无妨。府中没有长辈，我这做媳妇儿的空有孝心，也无处可孝敬。不过夫君体贴，后院里纳了8位姨娘，我这个当主母的也算能为夫君做点力所能及之事。我虽不是苛责之人，但这燕府后宅的规矩总不能坏。周管家，你去通传一声，让各位妹妹来我这主院喝杯茶，拜见一下，你觉得如何？夫人说的是，奴才这就去通报，并将他们请来，还请夫人稍待片刻。去吧，我耐心很好，等得起。妾身见过夫人。8个姨娘，怎么只来了6个？回夫人，新姨娘和黄姨娘称身体不适，特意让奴才来向夫人告罪。哦，病了，那真是不巧得很。那2个蠢货想当出头鸟，看着新夫人怎么下台。秦叔，拿我的对牌出府，去请同安堂的神医周大夫。是。
让他好好为两位姨娘诊治，早点养好病，才能好好伺候老爷。切莫讳疾御医。这夫人手段这般强硬，根本不按套路出牌。同安堂的大夫全京城闻名，若是被诊尸装病，那可是欺瞒主母的大罪。我初来乍到，日后少不得要请妹妹们多来说话。今日便先到这。周管家，留步。跟我说说这几位妹妹的来历吧，毕竟都是伺候老爷的，我这做主母也应该了解了解。回夫人，最先进府的秦姨娘是淮河的花魁，秋柳陈三位姨娘是年初上封赐给老爷的，黄姨娘是四皇子府上带回的，王姨娘则是前几月大人外出从歹人手中救下的孤女，红姨娘是大人奶娘的女儿，最后入府的新姨娘乃是京兆尹的庶女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新姨娘敢如此不给我面子。京兆尹的庶女果然娇贵，全是些眼线和麻烦，这后院还真是乌烟瘴气。既然燕明觉不管，那我便替他打扫打扫。大夫，新姨娘的情况如何？这位姨娘脉象奇特，感染的乃是极为罕见的恶疾，此病传染性极强，若不隔离，恐有波及全府之危。胡说！我根本没病，一定是那个贱人收买了你。夫人有令，新姨娘和黄姨娘身染恶疾，为保全府安危，即刻封锁院落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你们敢？还不快动手！放我出去！我要见老爷，老爷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主子，今日新姨娘的事……哦，她请了大夫，说心事得了会传染的恶疾，直接把院子给封了。是，大夫是同安堂的神医，开了口便没人敢反驳。夫人说，病没好之前，连只苍蝇都不准飞出来。这个女人有意思，不哭不闹，不争风吃醋，反而用这种借力打力的手段，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。主子，新姨娘在那边闹了一下午了，不过夫人是个聪明人，她若能将后宅管得如铁桶一般，主子你也少些麻烦。这不过才一天，本使的心腹就已经开始替她说话了。主子恕罪，属下绝无二心。起来吧，她确实有些本事。苏亲王，你到底还有多少张面孔是我没见过的？小姐，夜深了，您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就算等老爷今晚，怕是也不会来了。不急，他会来的。老爷，这女人竟有如此风姿，那夜的红衣明媚，今夜却是这般清冷。下去吧，这里不用伺候了。小姐，奴婢不走。下去。老爷，夜寒，坐下喝杯热茶吧。你不怕我？为何要怕？你装的倒是挺镇定。你应该知道我今晚为何而来，把新姨娘放了。老爷果然对新姨娘上心，只是不知这份上心是为了新姨娘这个人，还是为了她背后的京兆尹。你一口一个老爷，听得我有些烦躁。我有那么老？既然你不喜欢老爷这个称呼，那换成夫君可好？该死，那夜的药效竟然还没散尽，听他叫一声夫君，我竟感觉燥热。不用了，你还是叫老爷吧。这香是我亲手配的，有特殊之效。我算准了他今晚会来，也算准了他的喜好，穿了这身。可他竟然忍着药效走了，他究竟在防备什么？燕明觉
你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对付。不过我们来日方长。这才什么时辰，夫人就把我们叫来站规矩，这连口水都不给喝，是存心给咱们下马威啊！晋升，新姨娘和柳姨娘的下场你没看到？这位夫人手段狠着呢，小心隔墙有耳。给夫人请安。几位姨娘，不用多礼，都起来吧。你们可曾用膳？不曾的话，便一起吧。我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。没有规矩？谁敢信你的鬼话？昨天刚封了新姨娘的院子，今天我们要是敢跟你同桌吃饭，只怕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。多谢夫人美意，妾身不敢越矩，能在门外伺候夫人用膳，是妾身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不过短短2天，他竟然把这群眼高于顶、各怀鬼胎的女人收拾得服服帖帖，甚至连表面上的敷衍都不敢有，果然不可小觑。夫君可要一起用早膳？我特意让人多备了你爱吃的。换做以前，我一出现，他们可是要争着来伺候的。夫人好手段。夫君过奖了，秦姨娘过去伺候夫君。不必。不该是夫人来伺候吗？是。夫君尝尝这个，妾身觉得好吃。可恶的女人，竟借着夹菜暗地里取笑我。你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清楚，就是这样服侍我的？是妾身的不是。不过夫君可要给妾身了解你的机会。尚书府竟能教出这样的女儿，花招层出不穷，似乎笃定了我不会对她下狠手。我不想跟你绕弯子，新姨娘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出来？正戏来了，夫人若是不放，就是公然忤逆大人；若是放了，这刚立起来的威信就全毁了，看他怎么接招。苏清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夫君不用担心，新姨娘的恶疾，我已经请了京城最好的大夫看过，用的是最好的药，调理的也极为妥当，相信过不了几日，新姨娘自然就会痊愈，到时必定完好无损的交还给夫君。那还真是辛苦夫人了。夫君说的哪里话？管理后宅本身就是妾城分内的事情，为夫君分忧，何谈辛苦？好个厉害的女人，借力打力，一句话不仅驳了我，还顺理成章地攥死了整个后宅的管理权。对了，既然夫人如此能干，那府中的库房以前一直是新姨娘在管着，库房的钥匙，你是不是也想一并拿去？库房钥匙，那可是掌家大权的核心。新姨娘仗着那把钥匙作威作福了多久，现在竟然要落入这新夫人手里了。夫君太高看我了，我光是打理自己带过来的那些嫁妆就已经分身乏术了，哪里还懒得去管府中的库房？那可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。她居然不要！这女人费尽心机在后宅立威，甚至不惜借题发挥，难道不是为了夺权揽财？她究竟在盘算什么？不过妾身觉得新姨娘如今身体抱恙，需要静养，再拿着府中的库房钥匙，确实多有不便。所以妾身想着，不如将这钥匙交给其他姨娘来代为保管，也算是替夫君分担一二。交给我们保管？天下哪有当家主母把财政大权拱手让给小妾的道理？莫不是他真傻了？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。哦，那你觉得这满院子的姨娘交给谁最合适？妾身觉得秦姨娘最合适，夫君觉着呢？既然说了后宅的事情由你做主，你自己定夺便是。果然，我猜对了，秦姨娘是你的人。夫人，
妾身出身卑微，入府最晚，又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哪里做得来掌管库房这样重要的事情？还请夫人再思量思量。你是大人第一个领进府中的人，必然有你的过人之处，何必妄自菲薄？所以，秦姨娘可千万不要辜负了大人的一番期望才好啊！这钥匙你不接也得接。妾身领命。主子，属下不明白，秦姨娘是我们在后宅最重要的一步暗棋，夫人把她推到明面上掌管库房，这不是彻底废了这颗棋吗？您为何还要顺水推舟答应了？你以为我想答应？他这是在逼我，因为洞房那夜我下了他的面子，他便故意用秦姨娘来将我的军，试探我的底线，逼我妥协。睚眦必报的女人，真以为我拿她没办法？周珊，给我死死盯着她，她的一举一动见的每一个人都要向我禀告，我倒要看看她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是，属下遵命。进来。夫君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，倒叫妾身觉得自己成了什么洪水猛兽了。妾身深夜叨扰，是为了明日回门的事情。回门礼，妾身今日已经备好了一部分，特来向夫君通报一声。果然，若是我今晚不来，明日一早他必定不见人影。到时候让我独自回门，受尽苏家的白眼和京城众人的嘲笑。只可惜，我不会让你如愿。妾身一直想不通一件事，想请夫君解惑。夫君为何对我如此厌恶，处处下我的脸面？莫非你心中早有中意之人？那日你原本约好的本是你心尖上的人，结果被下了药，阴差阳错与你成事的，却变成了我。好啊，我猜对了。他明知道苏青兰在算计，却故意装作不知，顺水推舟想要拿下苏青兰。他有能力阻止这一切，却任由其发生，只因为最后睡错了我，就让我来承受他所有的怒火和冷眼。叶明觉，你当真是好得很。既然夫君政务繁忙，妾身就不打扰了。明日辰时，妾身在府门口恭候夫君大驾，过时不候。叶明觉果然如前世般心机深沉，明明早已看穿苏清河的手戏，却顺势而为，将尚书府绑上他的战车。苏清婉，这个女人太聪明，太敏锐，完全超出了我的掌握。她究竟是助理还是绊脚石？留还是不留？夫君，走吧。老爷夫人，出事了，谢姨娘割腕了。死了没？果然，什么宠爱都是假的。这个男人的心肠硬得很，或者说，他根本没有心。这样倒也好。没有，丫鬟发现的早，救下来了。但是现在人还昏迷着，奴才已经让人去请大夫了。还请稍等片刻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妾身自然是要去看看的。劳烦夫君等妾身一会儿。杵在这儿做什么？还不过去看看夫人是否需要佣人？是。这个新姨娘，早不割腕，晚不割腕，偏偏选在小姐回门的时候。傻子都知道她什么意思，她怎么不干脆死了呢？新姨娘真的是蠢得让人同情，我倒真有兴趣会会她了。小姐，消息已经传出去了，大人一定会来看你的。今日是她的回门宴又如何？她一个连洞房夜都留不住大人的人，今日更是留不住大人。到时候府中上下才会知道谁才得大人的宠爱。小姐，小心些。为什么这人的命这样好？出身好，长得也好，比以前还要美。这点道行还想和夫人斗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周管家，大夫不用请了，
毕竟这恶疾是要传染的，大夫也是人，何必让人冒这危险？是。我从不曾有恶疾，都是你这杜父的一面之词，还世家子女，还京城双岁，你就是看不惯大人对我的宠爱，你这个杜父！放肆！你一奴婢，谁许你这样同主子说话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居然敢和我这样说话！如何不知？你不就是府里第8位姨娘吗？不过是个妾罢了，都是伺候人的，比我这丫鬟也高不了多少。我要见大人！我要见大人！我要见大人！这也太蠢了，到了现在他都还没明白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叶明菊要是在乎他早过来了，他不来便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新姨娘确实是病得不轻，让她好好的休息吧，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才出去。禁足令。明白了，夫人。你敢！我是新府的女儿，我姨娘是府中最得宠的姨娘。你也说了，你的姨娘只是一个姨娘而已，你以为她能有什么本事？我姨娘不会不管我的，大人也不会不管我的。周管家，新姨娘身边的人伺候的不好，让新姨娘病得更重了。你找2个婆子来伺候吧，让新姨娘好好休息，也顺便学学规矩。至于她之前身边伺候的人，就发卖了吧，府中不养闲人。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凭什么？珠儿是我的丫鬟，你没有资格发卖。连你本夫人都能发卖，何况一个小小的丫鬟。若是你这么舍不得她，我也不介意让你一起。怎么样？你要不要陪她？我这人虽不喜欢处理麻烦，却也从不怕麻烦。人敬我1分，我还人3分；人欺我1分，我还他10分。这就是我的规矩，你最好牢牢记住。刚刚那场闹剧，在他这里竟半点波澜都不曾掀起。我这是捡到个宝贝，还是娶了个烫手山芋？夫君，事情处理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祸害！老爷、夫人，尚书府到了。那是永宁侯府周家的马车，周叔老。怎么，见到旧情人心痒难耐？夫君这话是否可以让妾身理解成夫君在吃醋？不可理喻！小姐，奴婢刚刚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来的确实是永宁侯夫人和世子，他们今日是来下聘的。永宁侯府这是故意的，明明知道今日是小姐的回门日，却偏偏选在今日来下聘，这是在赤裸裸的打小姐的脸。走吧，去祖母的院子。咱们清河这孩子自小温顺知礼，嫁去侯府定能把家事打理得妥妥帖帖。侯夫人，你可是捡着好福气了。老夫人说的极是，清河温婉贤淑，模样有标致，配我们明庶那是天造地设，往后定是阖家和睦。祖母，侯夫人您别夸了，真是好一幅母慈子孝、天作之合的画面。老夫人，大小姐回门了，让她进来吧。孙女见过祖母、母亲。起来吧。还不见过永宁侯夫人。夫人好。清河呀，你看看这些聘礼，你可喜欢？这可都是世子亲手为你置办的，样样都是挑的最好的。劳烦世子费心了。这般刻意炫耀，分明就是刻意刺痛婉儿，只盼她心宽，莫要往心里去。你带清婉回你院子吧，这里有我还有周姨娘陪着侯府夫人就够了。夫人先坐，我带这丫头
去后面说点私房话。母亲，让您受委屈了。说什么傻话？我是你母亲，这几日你在燕府可还好？那燕明觉传闻是个冷血无情的恶鬼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母亲放心，他虽脾气古怪，但对我还算敬重。女儿在燕府一切安好，没有人能欺负得了女儿。婉婉，你跟母亲说实话，这几日你过得可好？那燕明觉号称是活阎王，他可是欺负你了？母亲放心，我很好，他并不如外界传言的那样可怕，待我还算温和。当真？你别为了宽慰我，自己将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。你也别怪你妹妹清河，她毕竟从小娇养，抢了你的姻缘也是她为难。母亲，我知道的，我不怪她。我不仅不羡慕她，相反，我还担心她在那个如狼似虎的永宁侯府里会被吃的骨头都不剩。夫人，大小姐，前厅传话说是姑爷们都到了，请女眷过去入席呢。母亲，莫要让人等急了，我们走吧。哎呦，咱们清河可真是个有福气的，这般水灵标致，又懂得孝顺长辈，我是打心眼里喜欢。多谢婆母夸奖，侯府夫人这是故意做给我看的，想让我羡慕嫉妒。可惜这空壳侯府的福气，我可消受不起。世子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啊！这杯我干了，世子随意。大姐姐，你怎么瞧着面色这般疲惫啊？想必是燕府中那8个姨娘太难管教，让大姐姐操心了吧？嫁作人妇，自然不同于未出阁的姑娘了。当家主母的事情，确实是不少的。不过这种辛苦，三妹妹怕是体会不到。你什么意思？三妹妹日后入四皇子府上，府中一切事宜自然由四王妃操持，怎么也累不着三妹妹半分。大姐我呀，当真是羡慕得很呢。青兰即便什么都不做，那也能上皇家御蝶的，还不用费劲巴拉的去争那诰命夫人的头衔，这可比有的正头娘子强多了。原来你们苏府的妾室都这般肆意妄议主子的，今日倒是让我大开眼界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苏府能出几个皇家御蝶。不长眼的东西，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地方？是妾身失言了，求老夫人恕罪。老大媳妇，你看看你教的人，一点上不得台面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媳这就让她退下。这里不用你伺候了，下去好好反省反省。哼，还不下去？她怎么变得这般伶俐了？和以前那个温婉的婉婉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女人倒真是一点亏都不吃。夫君，先喝点醒酒汤再歇息吧。怕我下毒？没毒。夫君，夫君，得赶紧找清河，把永宁侯府那空壳子的事情说清楚，免得他日后吃亏。你过得还好吗？这是内宅，世子在这里出现，怕是不合适吧？我知道不合适，可我就是忍不住想来看看你。我知道那日的事情你是为人所害，嫁给叶明觉那样粗鄙不堪的恶鬼，你受委屈了。我受委屈了，所以呢，世子打算如何？我带你走。哼，周世子，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了？你可知道我如今所嫁之人是谁？是叶明觉，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恶鬼。敢从他手里带我走，你永宁侯府有几个脑袋够他砍的？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世子，有的话还是想清楚了再说，免得平白让人笑话。还有，这内宅世子还是不要久留的好，
免得传出什么闲话。世子不要脸，妾身还要呢。他变化怎会如此之大？一定是欲擒故纵，以为如此，我便放不下他吗？阿姐来了。怎么，脸色瞧着不太好？阿姐，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我今日过来，是想顺便和你说一些事情，关于永宁侯府的。永宁侯府与咱们家不一样，人口众多，内里盘根错节，并非表面那般风光。你日后嫁过去，大姐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永宁侯府乃是世袭的府邸，如何能不风光？你听我说，其中内情其种复杂。大姐，你既已经嫁给了燕明爵，就不要老是在管着永宁侯府的事了。大姐，周书郎以后是你的妹夫，你应该懂得要避嫌的道理。避嫌？我一心为他筹谋，他却以为我是放不下周书郎。罢了，是我多管闲事了。清河，别为了所谓的脸面而让自己受委屈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。大姐说的是，只希望大姐自己也要做到才是。重活一世，我已经不是那个为了所谓的亲情可以委曲求全的傻子了。既然你执意要撞南墙，那今后的苦就自己慢慢受吧。真是可笑，一起长大的嫡亲妹妹，如今却对我充满防备。你做什么？我虽甚少对女人动手，却不代表不会动手。你若想日子好过些，就给我安分点儿。何谓安分？若因新姨娘受罚，夫君不必动怒，我寻机放她便是。经此教训，她必会收敛，不扰夫君。谁管那个蠢货新姨娘？我是在警告你，别给我戴绿帽子。你知道便好。该死，我明明没用力，怎么就弄红了？真是个喜怒无常的疯子。多吃点儿，你太瘦了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这夜明爵是怎么了？传闻中阴牢的恶鬼分明是个生啖人肉的凶神，可眼前这男人面如冠玉，俊俏的如同画中仙，举止更是体贴日味。凭什么？苏清婉这贱人凭什么命这么好？夜明爵这等杀伐果决，双手沾满鲜血的活阎王，怎么可能放低身段去伺候一个女人用膳？这绝对不可能。夫君，这实在太多了，我吃不下了。大姐夫这是在燕府吃不饱吗？怎么来了苏家，倒像是饿死鬼投胎一般，一点规矩都不讲了。今年多地发生洪涝，粮食骤减，皇上日前才下旨提倡节俭，绝不可浪费一粒粮食。你大姐夫身为朝廷命官，自然是要以身作则。清明，你今年16了，马上就要下场参加会试，有些话你在自家府邸里胡言乱语便罢了，若是去到外面，你这番嘲讽朝廷命官节俭的言论一旦传出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你大姐夫这般大度，稍有不慎，你那还没开始的仕途之路，怕是就要走到头了。父亲，清明乃是我们苏府唯一的男丁，今年又要下场考试，有些规矩还是得严加管教了。毕竟他自小养在姨娘院里，这见识和眼界确实是短浅了些，不知父亲以为如何？清明，明日起，你每日清晨去你母亲院子里晨昏定神，聆听嫡母教诲，不得有误。晚上再来我书房，
我亲自给你指导功课。婉婉，本来外面传的那些疯话，母亲心里还怕得要命。不过今天塔尖看姑爷那做派，我这颗心倒是踏实了不少。母亲不必为我担忧，女儿在燕府一切安好，谁也欺负不了我。你听母亲一句劝，趁着现在姑爷对你宠爱有加，你必须赶紧怀上一个孩子。在咱们这深宅大院里，只有生下嫡子，你这主母的位置才能稳如泰山。在你生下嫡子之前，万万不可让那些狐妹子先你一步，你可听懂了？女儿记下了。回去吧。所以，夫君今日的举动是对我打理后宅的奖励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懂分寸，知进退，替我省了麻烦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回去后，你自己去库房挑几件喜欢新的物件吧。我明白了，大人。夫君，夜路湿滑，您当心脚下。大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说清楚，出什么事了？新姨娘她撞墙了，满地的血，这回真出事儿了。周管家，大夫怎么说？府里的周大夫刚刚已经来看过了，周大夫说情况极其凶险，恐怕是挺不过去了，让咱们早做准备。来人，速速传太医过来！新姨娘关乎后宅诸多布局，牵扯各方暗线，她万万不能出事。一旦殒命，我筹谋许久的所有安排尽数都会乱了。立刻去城东的贫民窟找那位隐居的卿大夫，务必以最快的速度把人带来。夫君暂且息怒，妾身突然想起，京城之中有一位隐于市井的奇人，医术极其高明，我已经让秦叔去请了，咱们不妨等等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除了宫里的御医，京城中根本无人能胜过周大夫的医术。我掌管英劳这般手眼通天，都未曾听说过什么卿大夫。她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女子，究竟是从哪里知晓这号人物的？卿大夫，麻烦你赶紧给床上的病人看看，人命关天，拜托了。这位夫人，你是谁？你为何会知道我，还知道我会医术？现在没时间解释这些，卿大夫，先救人。好，没问题。前世我费尽心机才得知他的存在，这是在赌命，能不能救活新姨娘，全看今晚了。若救不活，我必须准备后手，立刻去查清楚，今天都有谁进过这个院子，别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他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卿大夫，里面的情况如何了？我已替他施了针，暂时护住了心脉，命算是保住了。不过他撞头太狠，脑中怕是有淤血未清，还需我连续施针几日，方能度过危险期。多谢秦大夫了。秦叔，奉诊金。这位卿大夫看他的眼神全是陌生，显然在此之前两人毫无交集。他究竟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？夫君，既然新姨娘暂且脱离了危险，妾身留在此处也帮不上忙，便先行告退了。周山，今日我们李府去苏家之后，可曾有任何人进过这院子？回大人，除了看守的婆子，只有送食的小丫鬟进去过。奴才第一时间已经查过那个丫鬟，身家清白，没有问题。新姨娘那女人胆小如鼠，愚不可及，绝对没那个胆子用撞墙这等决绝的法子寻死。那几个人呢？今日早上夫人离开后，柳姨娘他们三人倒是聚在一起密谈了一会儿，但不久便各自回院子了。看来我的那位好上头和我玩起了一箭双雕的把戏，既想除掉我留的眼线，又要毁了我新婚妻子的名声，只可惜手段拙劣得很。小姐，奴婢四处打听过了，午膳时新姨娘还好好的，送西膳的时候就发现新姨娘倒在血泊里了。
那小丫鬟是多年前被卖进府的死契，嫌疑确实不大。小姐，您是不是觉得是其他姨娘在暗中下了黑手，想把这逼死人的罪名扣在您头上？不错，通过我昨日与新姨娘的交锋，新姨娘若真有这刚烈的性子，绝不会做妾，必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目标就是我。这艳府简直比盘丝洞还要乌烟瘴气，表面上是给我使绊子，实则也是在断叶明爵的局。我倒要看看谁的狐狸尾巴先露出来。小姐，折腾了一夜，您快歇息吧，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。明日那位卿大夫一来，立刻通报我。都起来吧，时辰尚早，你们可曾用过早食？若是不曾用过，便在我这儿一起用些。多谢夫人体恤美意，妾身们都已经用过。昨个新姨娘的院子里出的事，想必你们都已经听说了吧？新姨娘的性子着实烈了些，不过是受了些许委屈，便要死要活的寻短见，这番做态真是小家子气。我刚进门，有些话本不想说的太绝，但既然出了新姨娘这档子血腥事，这规矩今天我必须立下。大人将你们抬入府中，是让你们好好伺候他的，不是让你们在这后宅里拈酸吃醋、兴风作浪的，更不是让你们动辄以死相逼的。但凡你们安分伺候大人，我必不会亏待。可若敢心存歪念，暗藏心思，就休怪我心狠无情。夫人明鉴，新姨娘有点小事便哭闹不止，完全是自食其果，妾身们绝不敢效仿。是，妾身们谨记夫人教诲，一定安分守己。行了，都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就好，都退下吧。小姐，那位卿大夫来了，正在门外候着呢。知道了，请卿大夫进来吧。卿大夫请坐。昨夜多亏大夫施以援手，才保住了新姨娘一命，这是一点心意，还望卿大夫不要嫌弃。枕巾昨夜夫人已经给过了。那是枕巾，这是谢礼。卿大夫不如先打开看看，说不定是合心意的东西。这是医书孤本，太贵重了，在下收之有愧。这书是在我嫁妆中发现的，我自幼喜欢收集古本，但对医术不甚了解。这本书在我手上发挥不了作用，倒不如赠给真正需要的人。敢问夫人，如何得知在下会医术？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见过大夫对乞丐施救，昨日也是突然想起，却不想卿大夫果然医术高超。夫人需要在下做什么？在下不想掺和高门大户的是非。我有一件事想要请教。夫人请问。您是大夫，能否判定新姨娘到底是自己撞的头，还是被人所害？在下猜测，她的伤源于他人蓄意推撞。多谢卿大夫，这几日还要有劳您。小姐，真的有人要害新姨娘，还要嫁祸给您。主子，方才那青木医者，奴才仅查知其2年前入京，过往身世一概无从补救。尤为蹊跷的是，他仅凭户数伤痕，便辨明新姨娘乃是为人推撞致伤。还有呢？夫人为了套出他的话，送了一本极其珍贵的医书孤本。医书哪来的？夫人说是她的嫁妆。哼，妾室出事，居然要动用主母的嫁妆请大夫。主子，那青木大夫的身份，去新姨娘院子。来人是谁？怎么进来？目的真只是为了嫁祸我吗？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夫人饶命啊！不必害怕，你把昨日亲眼所见1、5、1、10悉数道出，不可遗漏半分。昨日奴婢过来送饭，敲门无人棍声，正要离开之际，屋内忽然传来一声闷响，紧接着是新姨娘的惨叫。奴婢推门一看，只见新姨娘倒在鲜血满地之中。
这门是关着的，但是这窗……大人到！大人来的正好，妾身刚与卿大夫聊过，他说新姨娘并非自觉，妾身正在查看现场。你倒是坦白。他是阴曹督察使，找线索是他的强项。若他想查，自会查明；若他不想查，我多事反而惹他不快。你倒是沉得住气，居然一句都不问。妾身相信夫君，夫君是英劳统领，慧眼如炬，自有定夺。苏玉成那个老匹夫，怎么教出你这么个智多近妖的女儿？大人夫人，京兆尹府上的新夫人来了，人在前厅。新家来兴师问罪了。夫君，如今是个什么章程？你才是当家主母。妾身明白了，无论如何，这盆脏水绝不能扣在燕府的头上。燕夫人未出阁时，我便常听人提起。小时候我还抱过你，一转眼竟已是当家主母了。新伯母，快快请坐。好，好，好。我也常听家母提起伯母，说伯母最是宽厚好相处，一直无缘拜会。今日可算有机会，定要好好聆听伯母的教诲。苏家丫头就是懂事。你母亲真是好福气。苏家丫头，我也不绕圈子了。今日我过来，你也该猜到是因为什么。到底也是我心腹出去的女儿，这突然就出了血光之灾，我家老爷担心得很，特意命我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。不瞒夫人，我也万万没想到会出这样的惨剧。新姨娘的性子实在太过刚烈了，只因她昨日染疾，大人公务繁忙，没空去看她，她竟就……什么？昨个我回门前，还特意去她院里探望，好言劝她宽心，说等病好了，大人自然会疼她。谁知她竟还是想不开。说起来，这事儿怪我，我应当强拽着大人去见她一面的，若见了，怕是便没有今日的祸事。夫人这是指新姨娘因妒自生，更是不分场合，在主母回门之日无端生事吗？可不是吗？不过请伯母放心，大人到底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请了京城最好的青木神医，验访上上下下，绝不会亏待了新姨娘。伯母以为，可她在新府时一向温婉，如今倒是不知道何故，脾气竟变得这般大了。做妾室和做女儿自然是不一样的。我家大人长得英明神武，新姨娘得了宠，恃宠生骄也是人之常情。夫人您说呢？你说的极是，谁不知道燕大人风姿卓绝，新家丫头这是痴迷过头了。谢夫人体谅。既然人已无大碍，我便先回去了。伯母慢走。大人，夫人好生厉害，那番话说的滴水不漏，不仅保住了梁府的名声，传出去也只会感叹新姨娘用情至深。这下府里可省了不少麻烦。把府中的账本送过去。是，那暗账呢？奴才多嘴了，明面的账本，奴才立刻去办。另外，去告诉秦姨娘，把库房的钥匙也交到夫人手里，顺便转告她，燕府没穷到要动用主母霸状，以后花销走公账。是，这是在新姨娘窗外的树枝上发现的，去查，我这就去。
这是库房的钥匙，妾身实在担不起掌管之责，理成交由夫人。秦姨娘有心了。夫人，这是大人的吩咐。另外，大人还有句话让奴才带到。什么话？大人说府上不差您那点嫁妆，以后有开支尽管走公账，您的嫁妆好好留着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替我多谢大人。瞧，你们姑爷这大腿抱得还挺直。天哪，这库房也太满了吧！姑爷只是个从五品，怎么这么有钱？这跟品阶无关。英劳是天子近臣，握着抄家查案的特权。燕明觉这恶鬼，油水比一品大员还丰厚。想想前世，永宁侯府早就是个空壳子，周淑兰一家像吸血黄一样骗我的嫁妆填补亏空。再看燕明觉，我不过送出本医书，他便觉得失了颜面，直接把整个司库砸给我。东西太多，几日都清点不完，先锁上吧。妙话，去前院问问大人，今日可要在府中用午膳？他若是应了，请他午时来我院里。是。他竟还亲自下厨料理琐事，看来是当真贪恋掌家之权，倒是该算计钱财的。大人请稍坐，妾身去换身衣裳。大人尝尝妾身的手艺。他待人处事挑不出半分错处，礼数周全，分寸恰当。可我总感觉这满脑子装的，从来都只有账本家事。如何？尚可。能获大人认可，足以见得妾身厨艺精湛。可惜秦姐姐和红妹子没来，不然咱们姐妹今儿也算齐了。哪里齐了？五妹莫不是忘了还在关着的黄姨娘，还有那生死之的新姨娘。这位新夫人可真是有手段，才来府中几日，便将大人拿捏得死死的。谁说不是呢？新姨娘都闹成那样了，躺在床上生死不知，大人非但没罚夫人，听说还将管家权和库房钥匙都交给了她。那秦姐姐岂不是要被气死了？难怪今日称病没过来。唉，要我说，新姨娘也是没脑子，新官上任还3把火呢。夫人要立威，可不是正缺个开刀的。不过夫人的手段有些太狠了，听说人差点没保住。新姨娘那骄纵的性子怎么敢自在？这里面怎么回事，谁不清楚？罢了罢了，左右不关我们的事，这些话还是少说。这位夫人可不好相赶，其他我不管，只要夫人不苛责我们，一切都还好。这可说不准，现在夫人掌管着管家权，咱们的日子怕是没有之前好过了。怕什么？不是还有秦姨娘和红姨娘吗？她们一个是大人第一个纳的女人，一个是大人乳母的女儿，情分总是不一样的。咱们且看看她们怎么做。我们家大人还真是个大方人，一位姨娘的月例银子便有60两之多，加上衣裳、夏日清凉费、冬日炭火费，1个月100两都不止。这也太费银子了，8位姨娘就是800两，这还不算府里下人的开销呢。小姐，您要调整月算银子吗？不管，
不管，左右不是从我腰包里掏的，我何必做这坏人？这些银子都是大人给的，他没意见，我自然也没有。姨娘们若是安分听话，我自不会吝惜钱财供养。我阅历本就丰厚，既受大人供养，便打理好后院，不过是各尽其责的交易罢了。不过他们拿着这么高的阅历，也总是要做事情的。何事？夫人定了规矩，今日轮到臣妾伺候大人。什么规矩？夫人说大人辛苦，让我们好好伺候。按着进府顺序来，今日是妾身，明日便是柳姨娘，然后是秋姨娘他们。好一个苏清婉，可真是贤惠啊！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嚼了舌根？夫人应当不会和你计较，只不过大人会不会和夫人计较就不知道了。秦书、妙画，你们先行下去。大人这是怎么了？谁让你自作主张安排人伺候他？夫君不喜欢。妾寒心想，新婚之夜夫君便不愿由我伺候，想来定是几位姨娘往绕照料周到，我便安排他们轮番前来侍奉。未曾料到，夫君竟是不喜这般安排。我要谁伺候，我自有安排，不用你多事。大人，妾身觉得这样不妥。若是大人太过偏爱某位姨娘，怕是会造成后宅不宁。新姨娘便是最好的例子，恃宠而骄，失了分寸。后宅安宁，府上才安宁。大人觉得呢？这个女人居然拿后宅安宁来压我！夫人这般大度，怎的没有在排班表上给自己也安排个伺候的日子啊？夫君想要妾身伺候，那是妾身的荣幸。明日，妾身便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。不必，你我乃新婚夫妻，夫人又如此貌美，我怎会再去找其他人？从今日起，都由夫人来伺候。夫人，你可要好好伺候。夫人果然还是不耐烦伺候我。夫君说笑了，妾身怎会不耐烦呢？你倒真是什么都会。洞房那日，夫君嫌妾身像块木头，无趣至极。今日妾身主动伺候，夫君却又嘲讽妾身。敢问夫君，妾身到底要如何做，夫君才会满意？无论你什么样子，我都瞧不上，可懂了？那夫君可还要妾身伺候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这女人竟然拿我的话来堵我！这儿不用你了，退下吧。下手真狠，肯定留印子。本来还以为他是个大方好相处的，看来是我错估了。今日之事，确实是妾身自作主张，给夫君添麻烦了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这女人竟然睡着了，她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？该死，明明是我想惩罚她，怎么现在反倒像是我在受折磨？
人什么时辰离开的？天刚蒙蒙亮，大人黑着脸就走了。给夫人请安。不用了，都坐吧。夫人，按照夫人证明，还我原该是奴婢伺候大人，但是昨夜大人留宿在夫人的院子，秦姐姐并未能伺候，所以今日是该派给秦姐姐，还是轮到奴婢？出了一些变故，昨个说的事情，先暂缓吧。这规矩何时才能恢复？各自回去等通知，都散了吧。是。秦姨娘，你留一下。完了，夫人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夫人这儿讨了什么好处。秦姨娘进府最早，伺候大人最久，我想向你多了解了解大人的喜好。夫人，新姨娘那边传来消息，她醒了。卿大夫，新姨娘的伤势如何了？夫人放心，已无大碍。有劳卿大夫费心了。夫人严重了。随我进去。是你，你好歹毒！我要告诉大人。好好躺着吧。你刚刚的话，你觉得是我害的你？你知道把你救回来花了多少银子吗？银子都还是小事，给那位神医的谢礼可是从我带来的嫁妆里出的。我要害你，又要花这么大一番功夫救你，我图什么？谁知道你别拿你心腹庶女的身份来说事。那日新夫人来过了，新夫人只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姨娘就要遵守姨娘的本分。还有，既然给人当姨娘了，就别再成天小女儿姿态，寻死觅活的，新家丢不起这人。现在来同我说说那日的事情。那日你可看到是谁推的你？我也不知，我寻思送午时的人要来了，便在墙边守着，然后感觉有人突然一把撕扯住我的头发，使劲往墙上撞去。后来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你好好养着吧，什么时候养好了，什么时候再出去。还有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脑子长来是要用的。都安排好了，小姐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守在新姨娘院子的，全都是奴婢亲自安排的心腹。放出的消息，动静大些。是。府中的传言，各位姐姐可曾听说了？听说新姨娘不是自己撞的墙，而是有人想要害她。我也听说了，据说她还看到了害她的人，只是因为之前撞到头，暂时说不了话，也没力气写字，这才指认不出凶手。你们信？谁知道呢？不过夫人确实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将人救回来。听说周大夫都说新姨娘不行了，最后是夫人找了位神医才救活的，光诊金就花了上百两银子。那新姨娘还真的是金贵呢。夫人之前让我们轮流伺候大人，结果第二日又变卦了，这是在故意戏耍我们吗？真假与否都同我们无关，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便是。夫人是一位极其聪慧之人，你可莫要犯糊涂去做傻事。怎么会？我知道自个儿身份的。大人，夫人放出的传言已经在府中传开，已经有好几位姨娘想要去探望新姨娘，不过都被门口的婆子拦了下来。除了夫人派的人，奴才也安排了暗卫，若那幕后黑手真敢去灭口，必然将其一举拿下。那便等着看好戏吧。大人回来了。这女人胆敢插手我的后院，就让她瞧瞧我是何等嗜血之人，看她还敢不敢装从容。这绝不该是一个深闺大小姐会有的反应。她究竟经历过什么？大人今日杀伐劳顿，辛苦大人。小姐，沐浴的水已经备好了。都下去。你进来伺候。好。这身躯和周书郎那白皙单薄的书生模样，简直天壤之别。怎的不继续了？这就怕了。
出去。妾身告退。不行，前世那白须大夫道我郁结于心，气血不通才不适生育。这一世就算要依靠子嗣立足，我也不能同他同房。前世的剧痛至今难忘，也许我的身体本就不适合生孩子。看来这计划得改改，我不生了，不如在府里挑个本分的姨娘，待她生下孩子，我再抱过来养在膝下，反正也是叫我母亲。大人，夫人，周管家说新姨娘那边抓住了一个人。大人，还是让妾身先行过去吧。为何？还不知道抓到的人到底是谁，是何身份，还是让我这内宅妇人先去打个头阵，万一那人动不得，也好给大人留个回旋的余地。夫人说的在理。这女人遇事临危不乱，杀伐决断竟比男子还要干脆利落。苏家那群蠢货怎会养出这样的人物？夫人，有人潜入新姨娘院内，被守卫当场抓获。人呢？是。抬起头来，还要我教你们怎么做吗？原来是你。夫人，衣摆残缺与碎布吻合。妾身不知什么碎布，夫人，妾身不，奴婢是冤枉的，真的是冤枉的。明日一早报官。夫人，你相信奴婢真的是冤枉的。夫人，看好柳姨娘，别让她出什么岔子。奴才明白。你怎么看？不是柳姨娘。何以见得？若真是她，便不会蠢到还留着这件衣裳作为罪证。再者，方才她的惊慌失措，不似作为。那你觉得是何人所为？王姨娘、陈姨娘、邱姨娘嫌疑最大。既如此，为何还要报官？柳姨娘是大人的上朋所自，私自处理恐落人口使，将其送交京兆尹，既能给上峰一个交代，也全了我们府上的规矩。此事交由你处置。是。大人还要留下休息吗？这一月我都宿在这里。柳姨娘的事情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我也没有想到，她的胆子如此的大，竟然敢杀人，还妄图推到本夫人的身上。我一直以为你们都是安分守己的，如今看来，倒是我想差了。今日我已然报官，后续如何发落，自有官府定夺。大人不会插手干预。今日唤你们前来，便是要告诫你们，日后安分守己，
若是再有人敢搅乱后院安宁，便不必再交由官府处置。本夫人直接做主，将你们全部发卖。夫人饶命，奴婢不敢。都起来吧。周管家，奴才在。黄姨娘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，明儿起不用再派人守着了。新姨娘那边也是，想必现在新姨娘和黄姨娘不会再轻易生病了。是，夫人。吓死我了，秦姐姐，柳姨娘她怎么敢啊？您说，夫人不会因为我平时和柳姨娘走得近就迁怒我吧？王姨娘多虑了，夫人不是说了吗？只要咱们安守本分，就还是跟以往一样。我们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神气什么？姐姐，刚刚吓死我了！夫人好生厉害，我以为她要把我们都打一顿呢。别怕，只要我们不犯事，夫人便不会责罚。可是我瞧着夫人不像个好相处的，日后我们的日子可要怎么过？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我明白了。妾身想置办庄子铺子，开源节流。既然是你管家，你做主便好。以后这种事情不必问我。你笑什么？妾身开心。才女也如此俗气？才女也要吃饭穿衣啊。对了，大人，明日你可有时间同妾身一道回苏府？明日？是的，明日是清河出嫁的日子。好，去。今日是你妹妹出嫁，你倒是不懂得收敛。虽是我妹妹出嫁，可今日想要看妾身笑话的人也不少。我之体面，关乎大人威仪，万万不能折损半分。既是你亲妹，多送些东西吧。我记得库房有一盒子的玉石。无需再多了，大人，这般便已经足够。走吧。好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到底还是不舒服了。若非阴差阳错，今日这般风光出嫁的，本该是她。若是家里人有薄待的地方，还请大人不要放在心上。大人的好，他人不知。好。清河今日真好看，阿姐，清河日后一定要好好的。天哪，苏姐姐嫁人后怎的越发娇艳了？哼，艳府那样的火坑，她看着竟没被半点搓磨之态。秦叔，把我的天妆礼拿来。
成色，怕是有市无价呀。谢谢大姐。你我姐妹和我客气什么？燕府库房里的好东西多的是，阿姐总不能委屈了你。时辰快到了，清河，嫁入侯府，要好好侍奉公婆，切莫任性。盖上盖头吧，你哥哥来背你了。阿姐，我以后会过得很好的。愿你如愿。看萧炎的眼神啊！哎呦，这可真是慌的。周兄，回神，今日可是你大喜之日。成何体统？哟，大姐姐在这里啊！大姐姐见了我，怎么这般没规矩？放肆！见到侧妃娘娘还不行礼？侧妃，本朝律令，亲王的侧妃才有诰命，臣妇见之须行礼。可据我所知，四皇子吩咐出来，似乎并未曾封王啊。咱妹妹今日如此招摇过市，若是让言官知道，参四皇子一本僭越之罪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不过是嫁了个声名狼藉的鹰犬，我便是再不济也比你要强。我如今是什么身份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？居然敢同本侧妃这样说话，赶紧同我行礼。论身份，你我皆无诰命在身，我无需同你行礼。论长幼，我乃你长姐，你不曾同我问安，却要我行礼，世上哪来的道理？再论嫡庶，我乃嫡长女，你一小小庶女，到底谁应同谁问安行礼？你欺人太甚！侧妃娘娘教你规矩，你却不识好歹。今日奴婢就带侧妃娘娘教教你这当夫人的规矩。住手！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苏侧妃身体不适，来人，送侧妃回府休息。殿下，妾身没有。还不拖下去！留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殿下，妾身苏氏见过殿下。起来吧，今日之事惊扰了燕夫人，是本王管教无方，本王自会给夫人一个交代。殿下言重了。本王先去前厅了。大人，王爷是您找来的。你如此伶牙俐齿，即便没有四皇子也吃不了亏。倒是在前厅，世子看你看得连新娘子都忘了。燕夫人真是好大的魅力啊！大人说笑了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周书朗真是害人不浅。琴书妙画，你们觉得三小姐为人如何？嚣张跋扈，愚蠢不堪。是啊，她这般愚蠢，真的有那个本事，在几月前布下那样精密的局，算计我失身吗？秦叔，你再去查一件事，背后一定还有人在推波助澜。大小姐，大姑爷已经先行离开了，说是不等您了。原以为多受宠呢，还不是被扔下。我知晓了。祖母、母亲，今晚这便告辞了。慢着！既然你已经嫁了人，那便要安守本分，别再做出让家族蒙羞的事情来。敢问祖母，孙女如何不安分守己？孙女儿又做了何等让家族蒙羞之事？放肆！你如今胆子愈发大了，你做的那些丑事还要我说吗？整个京城谁人不知？祖母说的是，那日孙女儿被人算计，我便应该一头撞死表明清白，这才好保全家里的生命。可是孙女儿不愿，那等害我之人不说杖毙，连惩戒都没有。孙女儿又为何要为了府上的声名以死明谏？该死之人是她，不是我。苏秦氏，
你看看你教导的好女儿！母亲息怒，青婉，快跪下认错！祖母何必责备母亲？母亲的教导没有任何可以指教的地方，不然我也不会被誉为京城双姝，二位妹妹也不会一人嫁入侯府，一人做了侧妃。祖母，你应该好好奖赏我母亲才是。你这孽障！孽障！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女儿见过父亲。哼，不敢当。你如今是鹰楼监察使夫人，连你祖母都不放在眼里，又怎会有我这个父亲？那父亲觉得母亲有何处做得不好？母亲操持家务，侍奉祖母，教养儿女。敢问父亲，母亲该不该赏？你母亲自然是好的。既然父亲也认同，那刚刚祖母却责罚母亲教导无方，岂不是无理取闹？别攀扯你母亲，单说你嫁到燕府之后，你才嫁过去几日，便将燕府弄得乌烟瘴气，差点害了姨娘的性命，还将人送入官府。你便是这样当主母的？女子善妒乃是大忌，你祖母说你教导无方，有何错之有？儿从未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姨娘被害，有人嫁祸，女儿找出真凶交官府，依法办事有何不可？至于善妒，我想这该由我的夫君来评判。夫君？你还指望燕明觉给你撑腰？他早就撇下你走了。怎么，他没告诉你吗？你不过是个弃妇。好大的火气啊！小婿刚刚只是去送四皇子回府，这不，立刻便赶回来接我的夫人回府了。岳父大人误会了。贤婿，你不是回去了吗？四皇子饮了不少酒，小婿便先送他离开。我让人来后院告知夫人一声，怎的？夫人不知？之前有小丫鬟来告知奴婢，奴婢太忙，竟然将这样重要的事情给忙忘了，请小姐和姑爷责罚。起来吧，回去罚一月月例银子。是，小姐。夫人，时间不早了，孙女就先行告退了。父亲、母亲，女儿败笔。果然是没有规矩的，这才嫁给那人几天，就变得和那恶鬼一样了。大人，你为何又回来？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好歹嫁我，我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欺负。他们那不是在打你的脸，是在打我的脸。叶明觉哪怕只是为了面子，也知道护着我。可那些生我养我的骨肉至亲，却恨不得将唾沫吐到我脸上。什么亲情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大人，多谢你今日的维护。刚刚大人那话可是真的？妾身当真有那样的好，是世家夫人之典范。你若是不好，怎勾得人家新郎官目不转睛？便是四皇子都对你青睐有加。大人，您这是在吃醋？闭嘴！你说什么？周书朗盯着他，目不转睛，目不转睛！小姐息怒，小姐，无论怎么样，如今嫁给世子的都是您，世子以后只能是您的。你说的对，如今是我嫁给了周书朗，日后侯府的一切也都自然会是我的。苏清欢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
昨日我让你们查的事，查得如何了？出事那日，二妹妹苏清河在何处？奴婢问了夫人身边的丫鬟，那日二小姐都在招待女眷，没什么异常。不过她中途衣裳被人弄脏了，回了一趟院子换衣服。换衣服，时间点未免太巧了。苏青兰看起来愚蠢至极，并不像重生之人。难道真正算计我的是我这位好妹妹清河？备车去牙行，如今手握管家权和嫁妆，得赶紧置办些产业。小心点儿，这都是四皇子府上送来给夫人的赔礼，全部入库。夫人不愧是名动京城的双栖之一啊，连四皇子府上都上赶着送东西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他们倒是被吓破了胆，真以为顺着夫人日子就好过了。端看刘姐姐便知道了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夫人确实有本事，不仅拿捏了我们，现在便是大人心中也只有她。听说这几天大人一直歇在她的院子，什么轮流伺候，全是骗人的。大人连我们院子的门槛都不踏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生个庶长子傍身。只要有了儿子，苏清往也得让我3分。这位夫人，这京中目前出售的好铺子皆在此了，您长长眼。这家铺子前世周书郎的好妹妹打秋风，逼着我用嫁妆钱买下的不就是这家？这间东大街的铺子我要了。夫人好眼光。小姐，那不是惊蛰吗？谁？欢雨阁，京城最大的小金库，光天化日的，大人的兴致倒是不错。有什么消息？回大人，暂时还没有。那些官员来此，都甚少谈及朝中之事。继续盯着。大人，我姐姐在府中可还好？还好。谢大人搭救之恩，若非大人出手，我姐妹2人早已落入权贵之手，任人摆布。姐姐能够入府为妾，已是难得的造化。还没有恭喜大人取得贤妻。贤妻？她的确是贤妻，不仅不善妒，还积极的想将我送到别人床上。这天下怕是没有比她更大度的人了。铺子买好了，卖什么呢？京中不缺胭脂水粉，缺的是新奇的香氛。前世周书郎那绿茶表妹靠着香氛名利双收，摆弄四曲，但真正懂制香的却是被他要挟的林青衣。这一世我可要抢占先机了。秦叔，你去寻一个叫林青衣的女子，她家中有个瘸腿的父亲，还有一个幼弟，查到她的下落，立刻禀报我。是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办。玉夫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苏夫人等候您多时了。母亲，她怎么来了？苏夫人来了一会儿坐着，属下也不敢怠慢。知道了，我去见她。母亲，才在府中行走，见一众下人恪守本分，无人胆敢懈怠作乱，看得出来你颇有治家本事，远省过我这个做母亲的。母亲今日怎的过来了？可是昨个我们走了之后，祖母给您委屈受了。并无此事，你如今日子安稳，姑爷也事事护着你，你只管安心过好眼下生活，莫要再胡思乱想，牵挂其余杂事。母亲，您这话是何意？什么叫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？就是让你安分守己，别再记恨家里。记恨？原来在母亲眼里，被当成弃子塞进花轿险些丧命的我，只要现在没死，就该感恩戴德了是吗？婉婉，母亲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母亲是什么意思？你妹妹也不容易，不要因为一个男子坏了你姐妹之情。我不懂母亲的意思，母亲这话我属实听不懂了。你如今在燕府过得这样好，姑爷又疼你，你何必？我一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倒是苏清河。母亲，你可知道那日设计我失身于燕明州的人就是他？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清河他怎么会？这是他自己写给人牙子的信，上面有他的私印。母亲若是不信，
大可拿去查验。这字迹确实是清河的，可是他为什么要……往后他安分守己，我定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他若再敢把手伸到我这里，就别怪我不讲姐妹情分。婉婉，你变了！不是我变了，是我看清了。母亲，请回吧。小姐，夫人走了。小姐，您别太难过了，夫人她只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她为了清河可以亲自上门来质问我在燕府受了多少委屈，她可曾问过一句？去查。清河既然能买通人牙子，必然还留有尾巴。我要让他亲手写的这封信成为他自己的把柄。是，小姐。这么晚还不睡？大人回来了。不必。今日母亲来过，来替你那个妹妹求情。大人知道了。你那个妹妹手伸得太长了，不只是你那日的事，后宅的谣言也有她的份。大人查到了什么？苏中山查到你回门前几日，有人从永宁侯送了一封信到新姨娘手里，信的内容是让她在你回门那日闹事。新姨娘撞墙也是她的手笔？那倒不是，新姨娘还没有蠢到那个地步，是有人借了她的闹腾，暗中下的手。不过推新姨娘的人不是苏清河。大人知道是谁？还在查。不过你那个妹妹没那个本事把手伸进我府里，她背后还有人。大人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你是我名义上的夫人，你被人算计，丢的是我的脸。大人果然还是在意自己的面子。知道就好。无论如何，多谢大人告知。早些休息，明日还要去铺子里盯着。他肯告诉我这些，是出于利益，还是……大人，你说，一个人若是被至亲背叛，还能相信谁？相信自己。就只是相信自己吗？够了，旁人信不信不重要，自己能活得好才重要。大人说的对。他今日倒是难得露出了几分软弱。